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 Easy Mandarin 中文播客。总是这么欢乐啊，怎么回事啊？今天和大家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每个话题都挺有意思，仿佛啊，就是怎么说呢？就今天我和学生上课的时候，突然提到一个概念，一个观念吧，应该这样说。什么观念呢？就是这个刻板印象啊。什么刻板印象？就是我上期做了一个关于狗的视频啊，我的学生就特别好奇我为什么要做这么一期视频，我就提到很多人对中国人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会吃狗肉，对不对？我说了我一些想法之后呢，学生说你也可以问一下我，就是你对美国人有没有这个困惑的地方？我就想，好像也有一些所谓这个刻板印象吧，我就问他。美国人是不是说话都特别直接，不绕弯子？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刻板印象，而且说实话，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相对好的刻板印象，对不对？但是呢，吃狗肉肯定是一个不好的刻板印象。我们聊到最后总结出来，就是这些刻板印象都是以偏概全的、概括性的这么一些说法。因为其实就算在美国，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可能会分这个地区不同。比如说他生活在纽约，美国东北区域，对不对？那些地方人可能更直接，对不对？但是在别的地方，有些人可能相对是更为的内向，说话也相对会绕弯子啊，也有可能。而且说实话，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人是特别复杂的。那么为什么会有刻板印象出现呢？以及中国人是不是对别的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别的刻板印象呢？我能不能分享一下啊？比如说别的国家同学看到就说，哎呀，你这个真的就是刻板印象啊，我们国家的人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起码我不是这个样子的啊。对，那么首先我说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刻板印象啊？从我的角度看来，刻板印象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对不对？这么一个概念很简单，很便利，就是我可以把人往里套。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在有一点上非常方便，就是宣传上。比如说，很多人说啊，你给我介绍一下中国人吧。这个人说，中国人啊，好，吃狗肉。你突然之间这个形象是不是特别鲜明？就想，中国人吃狗肉，我明白了，太鲜明了，太清晰了，对不对？你就会形成一个漫画化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对不对？好像突然之间在你脑子里就扎根了。而且作为宣传的那个人而言，他是不是很快就达到了他的目的呢？对不对？比如说19世纪的这个作家狄更斯的很多作品，所有的人物都是一些漫画化的描述，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套到一定的模板里头。这个所谓的模板就是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就是将复杂的人性简单化，然后套进一个个模板，然后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宣传。所谓的宣传，它当然有好的，有坏的，有抹黑的，我就要抹黑你这个国家，对吧？有我也为了就是故意拔高你这个国家，对不对？所以就像对中国人而言啊，我们对很多西方国家这个刻板印象，我觉得更多的是被拔高的刻板印象。就是在我们中国比较落后的贫瘠的时代，我们比较自卑的时代，有些就是去过西方的人，他回来之后呢，就给中国人宣传说外国人是怎么样的啊，故意把他们抬到比较高的一个状态。或许这是他们的生活的一个相对比较常态化的东西，但是经过拔高之后呢，就会让中国人觉得这些品质确实是非常好的。我们中国人这样做是不对的，人家是好的，所以这个对比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烈，这个刻板印象就越来越深刻。比如说美国人都是很直接的，对不对？有话就直说的，对不对？但真的是如此吗？在大体上可能是如此的，但我说实话，所有东西都经不起推敲，也是这么一回事啊。就是我们大叔中文在上周的节目好像说到一个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典型的中国人？这个典型就是一个刻板印象，就说中国人比如说请人到家里玩的时候，送客的时候感觉很难啊，很难抹下脸啊，很难直接说你走吧，都是七里八拐的，绕来绕去的，迂回的表达出你现在太晚了，你该走了啊，
或许会说啊，你家里是不是老婆和孩子等你呢？明天是不是要上班了？等等啊，我们中国人的想法认为外国人就可以很直接的说出这些话来。但后来我又看到有一个评论说，哎呀，你们这些大叔说这些话还挺搞笑的啊。其实我们外国人也不是这样啊，我们外国人说实话也不会说真的就那么直接啊。但是我们可能会通过减少食物的供应来让对方明白现在是该走的时间了。你看这和中国人是不是也是一样呢？对不对？也是拐来拐去的，对不对？所以说啊，我是真的觉得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智人呐。5、6万年前我们都是从非洲走出去那一波人的后代嘛，对不对？我们能有多大的差别？而且那个时候智人和现在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可能有些文化传统上让我们有些差别，大部分而言我觉得都没有太大差别。因为我们人都是情感的动物，对不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需要去体会、去体察别人的感受、别人的想法，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做到就是哎呀，我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难道我们就完全可以不在乎别人是怎么想的吗？我们完全可以不用在乎说出这些话之后有什么样的后果吗？而且我的那个学生和我分享说，他其实在工作里头说话可以更注意一些。诶，在我们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外国人在公司不是都是什么话都直接说吗？甚至和老板都直接说的吗？看来不是这样，对不对？刻板印象就是因为有这么一个成因，当时宣传的这么一个便利性的成因，所以把人放进一个个的模板里头。但是我们知道最底下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智人呐，朋友们。那么现在分享一下几个中国人对外国人这个刻板印象吧。啊，美国人啊，很开朗、很大方、很直接啊，很有钱。当然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品质了啊。对，很直接这一点你当然可以认为啊，它是一个中性词吧。对，其实我对美国人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不好的印象啊。现在再换一个国家吧，英国啊，英国人、中国人一想起就啊绅士，对。但是好像在别的国家是有另外一些刻板印象的啊，在这里我就不说了啊。法国人啊浪漫啊，意大利人啊浪漫啊，西班牙人浪漫怎么都是一个样子。比如说德国人啊严谨啊，对，还有哪个国家的人？我想一下，还有日本人啊严谨，特别严谨，对不对？工匠精神啊，对。而且日本的女人啊，在中国人印象里好像都特别的贤惠啊，对不对？一切以老公为主啊，这个真的也我是觉得肯定是当时的宣传的这个为了便利性啊，或者为了让中国人羡慕，对不对？都有可能。据我看的很多日剧而言啊，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好像和中国人没有特别大的差别，也非常的细腻，对不对？情绪也可以很火爆呀，对不对？只是说可能在日本这个国家，可能有些社会规矩可能相对中国会多一点吧，我也不是很清楚啊。韩国人哦，我有一个刻板印象啊，男生爱烫头发，这个算不上刻板印象啊？韩国人想不起来。韩国人、中国人觉得韩国人太爱吃泡菜了啊！我真的觉得互联网啊，真的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啊，让我们真的越来越容易理解彼此了。就以前可能我没有当中文老师之前，其实可能对别的国家人真的很容易产生一些刻板印象，不是产生一些刻板印象，而是这些刻板印象被灌输到我的脑子里，它扎根了。但现在我就真正的接触到了不同国家的学生之后，我就发现其实我们底下都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在做中文频道的时候，你们作为学习者，你们也很好理解的原因，对不对？我们都是人而已啊，对不对？只是我们在说不同的语言，刚好现在你们在说中文的时候，可以通过你们所学的语言很好的理解我，因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心都是相通的嘛，对不对？哦，对了，如果想跟我上私教课的朋友啊，可以点击这个视频底下的链接啊。好的，那么下次再见喽。